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9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在下一周有没有可能去突破3万美金。昨天视频是有跟朋友们提到，就是比特币一根大涨，目前的周线是整理了3周，它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大约是在2万9，前面的这一个 N 型的转折区也是一个3周的整理区。其实现在3周有可能就是在对称这3周的一个整理。会不会去突破，然后压回这个位置，继续整理一段时间，再去挑战上面的3万2或者是3万5整个区间的压力区？包括今天视频也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比特币是有利好啊，美国债务上限有可能会从31万亿美元提高到51万亿美元，或者是如果不提高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爆发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短期的图形，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一般接近量能缩量极限的位置都是一个变盘的前兆，但是这个位置要变盘，如果是真的要下去，我感觉下方支撑是非常的强，而且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硅谷银行倒闭，这个位置就是主力挖坑的千金难买牛回头的位置，到现在拉升是非常的强势，主力会再压回吗？我倒是不见得，我是觉得有可能这一次会直接突破。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像19年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19年当时也是主力挖坑，然后跌破以后，这边整理了一段时间，一根大涨，周线突破。突破以后，这3根的整理是一个什么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当时这一根突破的时候有量吗？没有啊，这个位置是没有很大的一个量的。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就是周线里面也可以看到，它在跌的时候或者在整理的时候感觉是在放量，然后在涨的时候是没量，跌的时候在整理的时候是在放量，所以给很多空方的可能就造成一个假想，是不是比特币真的要再下去要再跌，然后最终一根突破的时候，就是突破了这整个高位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量的，最终这一根突破这个压力的时候才开始放出很大的一个量的。所以我个人在思考，目前的位置跟这个19年的位置是非常的像，也是不排除趋势向上的情况下，而且我们如果叠加上去，昨天有聊到的一个观点，就是3根整理它往上突破的时候，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 KD 值是事隔1年左右，周线里面 KD 值是在80上方，超强势的一个动画区，根本就不给空方的那一些人重新买入的机会，就是因为他1年多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 KD 值来到80上方，现在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KD 值是全部都在80上方，而且价格是在这个60 MA 的上方。那我们如果再配合它的量价形态，可以观察一下，也是一样，跌的时候感觉是有量，涨的时候是感觉没量，然后这一周又是在缩量整理。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就是这3根 K 线是主要的一个套牢盘，目前整理的3周有可能就是在对应，先把这3周的量给它化解掉，然后有没有可能去往上突破这个3万，或者是来到3万2附近的时候，看会不会再整理一段时间，有可能它突破不一定会翻量，也都是不排除。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有些朋友比较关心的，目前美国的债务上限是在31万亿附近，而且近期是有消息，有可能要提高到51万亿美元的一个债务上限。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也就是 QE 是继续进行啊，有可能这个比特币长线，我个观点还是一样，就是尽量给我往上去看，因为全球的资金或者是货币也是不断的泛滥，我们要思考一下。大家知道美国债务是对应1美元的，就是手上持有的1美元或者是1美金，它就是对应1美元的债务。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维基百科上面去搜索一下美元，它就是存款债务，所以1美元是对应1美元的债务。如果美国国会未及时提高整个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将出现
债务违约的情况，届时可能会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然后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实长久以来也是跟朋友们讲到这么一个观点，美元是在没落，本来是估计可能美元没落会在几年以后，这一次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个事情也是让我认识到有可能美元没落也是在加快的进行所以他如果提高债务上限也好，不提高债务上限也罢，或者是不提高债务上限，有没有可能爆发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个人观点，对整个比特币大长线就是一个利好。就算他不提高美国债务上限，我个人观点，如果真的爆发危机的情况下，短线有可能也类似上一次的这种硅谷银行倒闭的事件。短线它会对比特币造成大幅的下跌，但是就整个长线危险里面才会有机会。如果真的下一步我们看到美国债务爆发违约的情况下，有可能整个全球的风险市场还有像这种大幅回调的位置，那我的观点也是一个机会另外我们要再思考一下，如果他要再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至51万亿，那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讲1美元就是对应1美元的债务，我们要知道现在是在31万亿的。然后我们观察一下，也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的，美国目前 M2 的货币供应量它是在21万亿美元，所以跟现在美国的整个债务31万亿美元也是有对应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10年多以来 M2 供应量的一个走势图大约是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整个 M2 的供应量差不多也就10万亿，所以美元其实是还好，我个人的观点，它10年多以来，之前是10万亿附近，现在也就21万亿的美元。我们要知道，大陆政府是更恐怖就目前2023年2月份的时候，这一个人民币 M2 的供应量，如果换算成美元，大约是在42万亿美元，因为这一个是按人民币计算的，它是276万亿。如果换算成美元，按6.5的一个汇率是在42万亿。那么要思考一下10年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10年之前的一个数据，大约是在2013年的2月份，当时人民币总供应量是不到100万亿的人民币我们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大约是在15万亿美元。所以目前的供应量42万亿美元，10年之前就15万亿美元，去计算一下是10年时间多了27万亿。所以我个人观点，不管是大陆的央行还是说美国这边财政部发行的这个美元，因为美元发行的权利是在美国的财政部不是美联储所以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既然全球的货币都是在不断印发或者超发的情况下，不要去管美国到底会不会爆发债务违约，或者是美国债务上限会不会提高到51万亿。我个人观点，对整个大长线比特币就是一个利好，只是最近短线确实是非常难操作，已经20多天了，到底是要做空还是做多？我个人是感觉你在这个位置，不管是做空跟做多，到现在应该都没有多少的利润可以图所以尽量看长一点吧，有可能这个位置不排除也是会缩量，或者是放一点量去突破这一个2万9或者是3万，也都是有可能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